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今天我们要聊一只刚刚在美国市场变得更容易交易的韩国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韩国股票代码000660，美国存托凭证代码 SKHY。它过去很多年都活在三星的阴影里，做的是听起来有点枯燥的内存芯片。但人工智能时代一到，显卡最缺的东西反而不只是算力，而是能把数据快速送进去的高带宽内存。SK 海力士就这样站到了英伟达供应链最核心的位置。公司最新通过美国存托凭证登陆纳斯达克，发行价149美元，融资约265亿美元。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SK 海力士到底是人工智能内存革命里更便宜的入口，还是又一个站在周期高点的芯片巨头。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SK 海力士的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它现在有多风光，而是它一开始并不是韩国半导体产业里最顺的那个玩家。很多人提到韩国半导体会先想到三星，三星像是韩国电子工业的正面教材，从家电、手机一路做到晶圆厂和存储芯片。但 SK 海力士的前身现代电子更像是一个在重工业帝国里被硬推出来的半导体梦想。现代集团原来擅长的是汽车、造船、建筑和重工业。创始人郑周永看到了电子和半导体的重要性，决定让现代也进入这个行业。对一个做重工业起家的集团来说，半导体不是自然延伸，而是一场非常昂贵、非常痛苦的跨界。1983年，现代电子成立，随后在韩国利川建设工厂。公司官网历史资料显示，现代电子在1985年实现了韩国首个 256K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量产。这个节点听起来很技术，但背后是韩国企业想摆脱进口依赖，把关键电子零件握在自己手里的产业野心。问题在于，内存芯片从来不是一个适合慢慢试错的行业，产线要烧钱，良率要爬坡，技术要跟上，市场价格还会突然暴跌。现代电子在早期付出了很高的学习成本，也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债务重组和行业低谷。后来它改名为海力士，再到2012年前后进入 SK 集团体系，才慢慢变成今天的 SK 海力士。这段历史很重要，因为它解释了 SK 海力士身上的一种气质。它不是从一开始就带着王者光环的公司，而是在内存行业最残酷的周期里活下来的公司。内存芯片的商业模式很简单，也很残酷。景气的时候，大家抢货，价格上涨，利润率会非常夸张。不景气的时候，需求一掉，产能一多，价格就像坐滑梯一样往下掉。几年前，存储行业还经历过一轮很痛苦的下行周期。三星、海力士、美光都不得不减产，控制资本开支。那时候市场不愿意给他们高估值，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门生意一旦过热，最后很容易变成库存、降价和利润崩塌。但人工智能改变了这个剧本。以前内存芯片更像电脑、手机、服务器里的配角，用户不太关心里面是谁家的内存。现在高带宽内存变成了人工智能服务器的关键零件。这个东西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把多层内存像楼房一样堆起来，通过非常宽的通道和处理器连接，让数据能以极高速度进出芯片。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和推理不是只靠算力，它需要不断把海量参数和数据搬来搬去。显卡再强，如果内存跟不上，整台服务器就会被数据传输卡住。这也是 SK 海力士突然被市场重新定价的根本原因。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芯片卖得越多，高带宽内存的需求就越大。过去市场买英伟达是买人工智能算力的核心，现在市场开始意识到，算力旁边还有一个更窄的瓶颈，就是高带宽内存。SK 海力士在这个领域抢到了非常有利的位置。根据 SK 海力士自己的市场展望文章，
华尔街机构认为，公司在高带宽内存3代和3亿产品上可以维持领先位置，并且有机构预计，它在英伟达下一代平台相关的高带宽内存4代市场里，份额可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这个判断不一定保证未来一定兑现，但它说明一件事：SK 海力士不再只是普通内存周期股，而是被市场当成英伟达人工智能供应链的一部分来估值。最新财报把这种变化表现得非常直接。SK 海力士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显示，季度收入达到52.5763万亿韩元，营业利润达到37.6103万亿韩元，净利润达到40.3459万亿韩元，创下公司历史级别的季度表现。用更直观的话讲，以前内存公司最怕价格上涨后客户不买，现在人工智能客户愿意提前锁产能、抢供应，甚至接受更高价格，因为他们真正缺的是能准时交付的高带宽内存。对 SK 海力士来说，这就像一家原来在周期里被动挨打的制造公司，突然拿到了更强的定价权。这种财报表现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在美国市场做这么大的存托凭证发行。美国投资者以前想买 SK 海力士，需要绕到韩国市场，交易门槛和便利性都不如直接买美股。现在 SKHY 在纳斯达克交易，相当于给美国资金开了一个更直接的入口。根据公开报道， SK 海力士这次美国存托凭证发行价格为149美元，融资约265亿美元，发行规模非常大。对公司来说，这笔钱可以支持高带宽内存扩产、先进封装、设备采购和美国工厂建设。对投资者来说，它让 SK 海力士从一个韩国本土龙头变成了美国资本市场可以直接交易的人工智能内存标的。这次美国上市还有一层更深的意义， SK 海力士并不缺韩国资本市场的存在感，它真正想要的是进入美国人工智能资金的主战场。过去几年，美国投资者买人工智能产业链最顺手的路径是英伟达、美光、台积电，或者直接买云计算巨头。SK 海力士虽然在高带宽内存上领先，但因为主要在韩国交易，很多美国资金参与起来没有那么方便。现在存托凭证把这道门槛降下来，等于让美国投资者可以用更熟悉的方式去买英伟达背后的内存供应商。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发行不只是融资动作，更像是一次重新定价的尝试。SK 海力士希望市场不要再只把它当成普通韩国周期股，而是把它放进全球人工智能核心供应链里重新比较。这个变化背后还有一个很有故事性的转折。2012年 SK 集团接手海力士的时候，外界并不完全看好，内存行业太烧钱，价格波动又大，很多人觉得这更像一个包袱而不是一个机会。但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元选择继续压住半导体，并且让公司在高带宽内存这种当时还很小众的方向上保持投入。路透社近期也提到， SK 海力士在早期高带宽内存项目上并不是一路顺风，中间也出现过质疑声音，但管理层没有把它当成边缘项目砍掉。后来人工智能训练需求突然爆发，当英伟达需要更快、更省电、更适合先进封装的内存时， SK 海力士反而成了最早站在门口的供应商。这段经历很适合放到今天的股价里看。很多公司在景气周期来临时都会说自己抓住了风口，但真正难的是在风口到来之前，愿不愿意为一个看起来不大的市场投入多年研发和产线资源。高带宽内存早期并不是内存行业里最赚钱的产品，技术复杂，封装难度高，客户数量也少。SK 海力士能在今天领先，并不是因为它突然变幸运，而是因为它在三星和美光还没有完全把这块市场放到第一优先级的时候，已经在堆叠、封装和客户认证上积累了经验。
这个故事也解释了为什么市场愿意给它不同于普通内存公司的想象空间。这里也要把一个概念讲清楚，美国存托凭证不是一家新公司重新上市，而是让美国投资者通过美国市场持有外国公司的权益。它的价格最终还是会和韩国本地股票价格、汇率、流动性和投资者情绪有关。所以 SKHY 的出现不代表投资者可以绕开韩国市场的所有风险，它只是让交易更方便，也可能让更多全球资金把 SK 海力士放进自己的人工智能投资组合里。方便交易本身就是一种催化，但真正决定股价长期表现的还是高带宽内存需求、利润率和资本开支周期。把 SK 海力士放到同业里看，故事会更清楚。三星电子是韩国半导体的巨无霸，资金、产能和品牌都非常强。但在这一轮高带宽内存节奏上，市场普遍认为 SK 海力士更早卡住了英伟达需求。美光科技是美国投资者最熟悉的内存股，它同样受益于高带宽内存和人工智能服务器，股价也大幅上涨。不同的是，美光是美国本土上市公司，估值和流动性更容易被美国资金接受。SK 海力士则更像是这一轮高带宽内存里更靠近英伟达，但过去交易不够方便的韩国龙头。现在 SKHY 出现以后，这个差异会被缩小。三星的问题不是没有资源，而是节奏被打乱了。它仍然是全球半导体巨头，也有自己的晶圆代工和存储业务，但高带宽内存不是单纯堆产能就能赢的市场。客户认证、功耗表现、散热能力、交付稳定性，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最终份额。美光的优势在于美国身份和美国投资者熟悉度，也更容易被纳入人工智能主题交易。但在高带宽内存份额和英伟达核心平台绑定上， SK 海力士目前更像是那个先跑出去的人。这个先发优势不是永久护城河，却足以让它在本轮周期里拿到更好的产品结构和价格。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色是台积电。高带宽内存不是孤立卖给客户的普通芯片，它需要和人工智能加速器一起封装，最终放进服务器。英伟达芯片、台积电先进封装、SK 海力士内存，三者之间像一条紧密连接的生产链，一个环节跟不上，整台人工智能服务器的交付节奏都会受影响。所以 SK 海力士的价值不只是卖内存颗粒，而是它能不能稳定进入这条最贵、最紧缺的人工智能硬件链条。只要这条链条继续扩张，它就会被市场反复拿出来重新估值。不过 SK 海力士并不是没有风险，内存行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它总是在大家最乐观的时候开始埋下下一轮下行的种子。高带宽内存现在供不应求，利润率非常高，客户愿意抢产能，资本市场也愿意给公司高估值。可正因为利润太好，三星、美光和其他玩家都会加大投入。等产能真的出来，如果人工智能服务器需求稍微放慢，价格就可能调整。SK 海力士自己的市场展望也提到，2026年之后，市场对价格、供应和地缘政治风险仍然存在谨慎看法。还有一个风险来自客户集中。高带宽内存最核心的需求来自英伟达以及围绕英伟达芯片建设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只要英伟达平台继续放量， SK 海力士就能享受供应链红利。但如果下一代芯片路线、客户自研芯片、云厂商资本开支或者高带宽内存规格发生变化，供应商之间的份额也会重新分配。芯片行业不是签了一次供应关系就能永远躺赢，每一代产品都要重新验证，每一次制程和封装升级都可能改变竞争格局。技术转换本身也是考验，高带宽内存3亿卖得好，不等于高带宽内存4代就一定顺。新一代产品需要更高的堆叠、更复杂的封装、更严的功耗和散热要求，也需要客户平台配合。SK 海力士现在领先，
是因为它在上一轮产品上踩准了节奏。未来如果良率爬坡不顺，交付延迟，或者竞争对手在某一代产品上追上来，市场给它的领先溢价就会受到考验。资本开支也是这家公司接下来几年绕不开的问题。人工智能内存需求爆发时，扩产看起来非常合理，公司需要买极紫外光刻机，扩建工厂，投入先进封装和美国制造能力。可半导体扩产有一个天然问题，钱先花出去，产能几年后出来，等产能真正释放时，市场需求可能已经变了。如果需求继续强，扩产就是护城河；如果需求不如预期，扩产就会变成折旧和库存压力。这也是价值投资者看内存股时最谨慎的地方。利润最高的年份，往往也是资本开支最容易冲动的年份。这也是内存股最难判断的地方。价格上涨的时候，公司每多投1分钱，投资者都愿意理解成抢占未来。价格下跌的时候，同样的投资又会被重新解释成过度扩张。高带宽内存虽然比传统内存更紧缺，但它仍然离不开产能纪律。假如三星和美光在未来2-3年集中追赶， SK 海力士自己又大规模扩产，行业最终还是可能从短缺走向平衡，甚至走向过剩。到那个时候，今天看起来很漂亮的毛利率就会变成市场反向定价的核心。所以这家公司接下来最值得盯的不只是收入和利润，而是订单质量。真正好的信号是大型客户愿意提前锁定产能，愿意为下一代产品给出明确采购计划，甚至愿意承担一部分供应链风险。普通内存靠现货价格吃饭，高带宽内存如果能更多转向长期合作和客户认证，就会比传统周期更稳定。但这个稳定性也不能被过度神化，因为客户最终仍然会根据自己的数据中心建设节奏、芯片路线和成本压力重新谈价格。地缘政治风险也不能忽略。SK 海力士是一家韩国公司，但客户、设备、技术和终端需求都高度全球化。美国出口管制对中国的芯片政策、韩国政府的半导体产业战略、汇率波动都会影响这家公司的估值。公开报道显示，美国市场是 SK 海力士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公司也计划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设先进封装和研发相关设施。这一方面有助于靠近客户和政策资源，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公司会更深地卷入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重组。如果从估值角度看， SK 海力士现在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它比很多美国人工智能股票看起来便宜。人工智能软件公司、云计算公司和芯片设计公司动不动就是几十倍、上百倍估值，而内存公司即使利润暴涨，市场也会因为周期性给它打折。问题是，这个便宜不能简单理解成低估。内存股在利润高点时，市盈率常常看起来很低，因为分母里的利润异常好看。一旦价格下跌，毛利率回落，原来看起来很低的市盈率会突然变高。所以 SKHY 的投资逻辑不应该只看市盈率，而要看这3个东西能不能持续。高带宽内存需求是否继续超过供应，英伟达和大型云客户是否继续提前锁产能，公司在高带宽内存4代的技术领先能否保持。如果这3条都成立， SK 海力士就不只是内存周期股，而是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里非常关键的稀缺供应商。可如果其中一条开始动摇，市场就会重新把它拉回传统内存股的估值框架。这家公司最有意思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它一边像传统周期股，有工厂、有折旧、有价格波动，另一边又像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客户愿意排队抢货。它不是英伟达，却受益于英伟达；它不是云计算公司，却吃到了数据中心扩张的红利。它不是软件公司，却因为一个叫高带宽内存的硬件瓶颈被资本市场重新发现。对普通投资者来说，
SK 海力士不是那种适合只看一个季度财报就下结论的股票，它更像一只需要跟踪周期位置的半导体核心资产。接下来最值得盯的不是一天两天的股价波动，而是高带宽内存订单能不能延续到下一代产品，毛利率有没有出现见顶迹象，三星和美光追赶速度如何，云计算巨头资本开支有没有降温。如果这些信号继续强， SKHY 的故事还会被市场反复讲下去。但如果未来出现高带宽内存价格松动，客户开始砍单，资本开支过度扩张，或者英伟达供应链份额发生变化， SK 海力士就可能从人工智能内存龙头重新变成景气高点的内存周期股。这不是说公司不好，而是内存行业从来都不奖励盲目乐观。真正的好公司也可能在错误的周期位置变成困难的股票。回头看 SK 海力士这一路，从现代集团的半导体实验，到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重组，再到 SK 集团接手后的复兴，它一直不是最容易被理解的公司。现在人工智能浪潮把它推到全球资本市场中心，很多美国投资者第一次可以直接通过 SKHY 买入这家公司，这个入口本身有吸引力，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投资者到底是在买一个短期供不应求的内存周期，还是在买一个被人工智能长期改写的存储行业？我的看法是 SK 海力士值得关注，但不能用普通人工智能成长股的方式去看。它有强烈的人工智能红利，也有典型的制造业周期。它现在的优势来自技术领先、客户绑定和供应紧张，它未来的风险来自扩产、竞争和需求波动。对于相信高带宽内存会长期成为人工智能服务器核心瓶颈的投资者， SKHY 是一个很直接的标的。对于更保守的投资者，他需要等待价格、利润率和资本开支预期重新平衡后，再看是否有更舒服的位置。感谢您的收看，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您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